测了这么多年笔记本，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到底什么才是理想中完美的笔记本呢？它肯定得有轻薄便携的机身，同时还要有激进强大的性能，最好价格也不要太贵。但这明摆着不可能啊！现实告诉我们，如果要兼顾轻薄和性能，那价格就会很贵；要兼顾轻薄和价格，那电脑就很弱；要想兼顾性能和价格，那电脑就很重。如果你想完美兼顾轻薄、性能和价格，这无疑是在做梦啊！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人还是要有梦想的嘛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厂商在尽可能的兼顾轻薄、性能还有价格。今天这台机械革命翼龙15 Pro， 它搭载了 GeForce RTX 4060笔记本电脑 GPU， 机身重2000克多一点，价格7000左右。实话说啊，很少有轻薄游戏本能够做到这个价位段了。它的实力如何呢？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。照例来看一下基本配置，这台电脑搭载了 NVIDIA GeForce RTX 4060笔记本电脑 GPU， 功耗140瓦，处理器是 R7845H， 内存是 DDR5 双通道 32GB 5600兆赫兹，硬盘是 1TB 的 PC411， 屏幕则是一块此前没有见过的 15.3英寸2560×1600 24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。其余部分的参数如图。颜色呢提供了白色和绿色可选，我们这台白色 32G 版本的首发价是7299元。另外还有16GB 内存的6999元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既然是轻薄游戏本，那第一指标自然就是轻和薄了。机身重量2.02千克，厚度20.3到22.3毫米，刚刚打破2字头，在游戏本里确实算得上是很轻量化的选手啊。而且翼龙15 Pro 的机身只有15.3英寸，比普通的16英寸游戏本小一圈，装包的时候也会容易一些。此外，配套的适配器也是240瓦的碳化硅。体积和重量都非常迷你，整装旅行重量才2.63千克，和我们不久前评测的重型游戏本单机身一个重量了。适配器还专门配合机身做成了白色，这也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机身和电源颜色相搭配的游戏本了。除了轻薄之外，翼龙15 Pro 的外观还是挺吸睛的啊，机身 AC、D 面均为金属材质，使用了电泳工艺做成了纯白色。虽然这么说可能有些不礼貌啊，但是整机的质感确实好的不像是机械革命。A 面是机革今年的新 logo，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装饰元素了，也算是简洁大方。不过呢，整机的 ID 设计，老观众应该都能一眼看出来是致敬了哪位传奇啊。电泳白的涂层呢，也存在耐用度不高的问题，很容易被磕碰掉漆和划伤。其他颜色采用的是普通的金属喷砂工艺，就免去了这个焦虑，大家选购的时候可以斟酌一下。机身左侧有一个 5G 速率的 USB-A 口，一个仅数据的 5G-C 口和一个 3.5 毫米的耳麦口。右侧是2个 5G 的 A 口，尾部是电源接口、折叠的 RJ45、HDMI 2.1、10G 的全功能 C 口以及一个 mini DP。3A 2C， 2个适配输出，还有 RJ45， 数量和丰富度上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不过只有一个10G 的高速接口，也没有 USB4， 稍有些遗憾。单手打开屏幕，翼龙15 Pro 的平轴阻尼感和稳定性都非常好。随动随停，很有质感。C 面同样为纯白色的设计，键帽和机身的颜色均一性做得不错。翼龙15 Pro 这一次在 15.3英寸的机身内，很极限的塞入了一套带小键盘和完整全高方向键的布局，键帽大小也没有多少缩水，而且呢，键盘手感也很不错，回弹有力，干净利落。可以说机哥这次真是送佛送到西啊！不仅外观学全套了，键盘布局和手感也给全学明白了。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上方的独立电源键旁边提供了快捷切换性能模式的按钮，玻璃触控板的丝滑手感甚至超过了原品，整体的外设交互体验很不错。壁面的观感呢也很好，边框不宽，上方摄像头支持物理开关，可惜没有人脸识别。屏幕是一块2560×1600 24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，光看这个参数的话，好像只是一块不错的电竞屏，但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16英寸，而是15.3英寸。这个尺寸的屏幕，我们此前只在 MacBook Air 15上看到过 ，Windows 阵营里还是头一次，而且一来就是这么劲爆的面板。屏幕中心最大亮度足足有624尼特，全亮度 DC 调光，都快赶上一些屏幕的 HDR 激发水平了。响应速度也很快，黑白8.5毫秒，灰阶只有5毫秒。虽然有10%的过充，但是呢也完全在可用范围内。作为电竞屏的素质，目前是第一梯队的前列。色彩方面，色域容积106%的 sRGB。碎覆盖95.7%的 sRGB， 对比度1047:1，
我们的这一台色温是7300K， 偏冷了一些。不过我们也有观察到出厂色温偏暖的情况，不知道是不是抽奖啊？色温表现呢则还可以，平均 1.43， 最大 2.91 的 Delta E。另外，控制台内可以联网同步校色文件，安装之后色准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，平均 Delta E 来到了 0.86， 最大 2.17。不过对比度会下降，有时呢也会遇到控制台显示网络异常，无法同步的情况，可能是现在功能还不稳定吧。在探索完机械革命翼龙15 Pro 的细节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性能部分。这台电脑搭载了 NVIDIA GeForce RTX 4060笔记本电脑 GPU， 它基于最新的 Ada Lovelace 架构设计，采用了 AD107 核心，配备了3072个 CUDA 和8GB 的 GDDR6 显存，显存位宽为128比特。此外，这款 GPU 使用了台积电先进的 N4 制程工艺，使得频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，进一步提升了性能。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个配置了，而今年推出的 RTX 4060版本在基准频率上相比去年首发时有所提高。在这样的硬件基础上，机械革命还提供了一种名为狂暴模式的性能加速选项，通过增加105兆赫兹的核心频率和500兆赫兹的显存频率来进一步提升性能。在这种模式下，翼龙15 Pro 在 TimeSpy 基准测试中获得了11435分，在 FSE 基准测试中获得了13824分，在 Superposition 中获得了6450分，在同类产品中属于不错的水平。至于处理器 R7845H 其实就是去年7840H 的新皮肤，8核16线程，16兆的 L3， 5.1 GHz 的频率都纹丝不动。在翼龙15 Pro 上，单核1797分，15轮 R23的分数几乎是一条直线，稳定在18000分左右。运行功耗维持在89瓦，核心94度左右，处理器的性能释放很不错。在实际游戏当中，1600P 下对比去年115瓦功耗的 RTX 4060轻薄游戏本，翼龙15 Pro 在大部分3A 大作中的表现都更好，只有战锤和2077的帧数略低一些。而在和正经的传统游戏本搭载 i9HX 和 RTX 4060进行对比的时候，翼龙15 Pro 也完全不输。而且虽然两者都搭载了 GPU 预超频，但因为超频频率更高，在几乎所有3A 大作中，机械革命翼龙15 Pro 的帧数都要更高。不过到了网游里 ，AMD 的 APU 缓存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除了依旧是对 GPU 要求高的 COD、Apex 和 FF14的帧数都败给了传统游戏本。不难看出，在高分辨率加上高画质、游玩画面要求高的游戏时 ，GPU 依旧是最决定性的硬件。而且 GeForce RTX 40系笔记本电脑 GPU 不仅继续搭载了 DLSS 2，还独占了 DLFG， 也就是俗称的补帧功能。对于 RTX 4060这个等级的 GPU 来说，还是挺重要的。以2077为例，刚才展示的默认 1600P 下超级画质不打开光追只有43帧了，此时 DLSS 质量档就可以实现 60.85 的平均帧数，而且画面的损失还不算大。而一旦开启了光追，默认帧数就掉到了 17.66 了。要是以前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玩。而现在 DLFG 开启，一套组合技之后，帧数就可以达到63帧，翻了3倍还多。虽然画面会有一些损失，对于延迟的影响也会上升，但是好歹解决的是0和1啊，能玩和不能玩的区别。而在生产力方面，翼龙15 Pro 在 PS 中得到了1161分 ，PR 8981分，表现还可以。Spec Workstation 的测试结果如图，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暂停参考。除了传统的性能优化和显著的图形处理能力之外 ，NVIDIA 还在 AI 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。他们现在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 AI 工具，这些工具不仅展示了 GPU 的高级功能，还直接向用户开放，极大地扩展了它的使用场景和潜力。其中一个工具是 NVIDIA Canvas， 这个工具凭借着 AI 的力量，将用户的简单草图转化为逼真的风景画。对于设计师、艺术家或者任何需要快速将创意视觉化的用户来说， Canvas 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具。它不仅能够将抽象的想法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具体的图像，而且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，用户可以更快速地探索和实现他们的创意。此外 ，NVIDIA 的 AI 功能不限于图形艺术创作，它还涵盖了视频编辑、游戏开发、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。通过提供深度学习、机器学习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，帮助用户解决复杂的问题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例如 ，AI 可以用于图像识别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编程等等，这些都是现代技术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功能。看完了性能部分，接下来就是拆机展示了。拧下全部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。注意啊，左右两侧的螺丝是长螺丝，其余是短螺丝。内部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印着巨大80瓦时字样的电池。冷切换的核显模式 ，PCMark 时续航时间达到了足足的14小时26分钟，中高负载的脚本续航也达到了7小时22分钟，再一次刷新了我们游戏本的续航榜单。
用80瓦时的电池，16:10的屏幕，做到了比去年天选490瓦时16:9的屏幕更长的续航。不得不说，机械革命这次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啊。上方是一对美光的 16GB 5600兆赫兹内存，读写如图。左侧的硬盘有散热片覆盖，下方是并排两个2280的硬盘位，预装了一条 PC411，读写如图，还不错。右侧网卡是 MT7922，实测速度和稳定性如图。网络比较频繁的出现波动，有掉速和断流。右侧的散热片没有导热贴覆盖，只有装饰作用，可能还得背一部分锅。上方是4热管双风扇的散热，中间一根非常粗，贯穿核心连接尾部鳍片。实际的散热效果上，25度室温下平放单烤 FPU， 处理器最终稳定在89瓦，核心温度95度，状温度强，全核频率 4.675G 赫兹，处理器释放不错。单烤 Full Mark RTX 4060笔记本电脑 GPU 的功耗稳定在4060额定最高的140瓦，核心频率2385兆赫兹，核心温度85度，稍稍有点危险。不过实际使用中很难达到这个功耗。双烤时则为50加115瓦，合计165瓦，处理器87度，核心3.7到3.9G 赫兹 ，GPU 85.7度，2200兆赫兹左右，温度呢比较极限，室温再高一些的话可能就会过热。此时表面温度有些失控啊。键帽最高温度达到了49.7度，中部有48度，高温区域面积不小，腕托也有明显热感。此时噪音53.2分贝，算是游戏本的正常水平。而在垫高之后，处理器温度不变，但是功耗上升到了60瓦，频率也来到了4.1G 赫兹左右。GPU 功耗维持在了115瓦不变，但是温度下降到了82摄氏度。建议大家高负载使用的时候垫高，有条件的话外接键盘。好了，机械的介绍就告一段落，这里也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机械革命翼龙15 Pro 算是一台让我很惊喜的电脑，在 IA 两家都大力推进移动端 HX 处理器的大背景下，独显本或者说游戏本的续航渐行渐远，同时需要插电性能和离电续航的用户群体也一并陷入了尴尬。而机身轻薄，性能释放不错，续航还很强的机器一直价格不菲，即使是去年我很喜欢的轻型游戏本，也是8000元档位的选手。翼龙15 Pro 算是第一次将搭载 GeForce RTX 4060笔记本电脑 GPU 的轻薄游戏本带到了7000价位，而且是屏幕、外设、机身质感等外围没有缩水的前提下，我甚至都很难在这个价位段找到它的竞品。机械革命很精准地抓住了这一市场的缺位，做出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产品。不过我们也要看到，伴随着便携性提高而来的是烫手的表面温度，以及控制台内校色文件高概率无法联网加载等，也是选择低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希望机械革命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，同时积极的做好品牌的建设和维护，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